他来到冰天雪地的北极，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铲雪，直到露出下面黑色的泥土才肯罢休。就连一块很小的白色石头他都不肯放过。这样做只是为了让黑色在这里看起来更加显眼，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 SOS 求救标志。他已经被困在北极3年了。男人每天就重复做3件事。第二件事则是来到陷阱这里看看今天的收获。因为没有鱼饵，所以空军是常有的事。但就在这时，旁边的另一个陷阱发出了激烈的碰撞。他赶忙跑了过去，慢慢的将丝线提了上来，是一条北极特有的鲑鱼。捕到猎物，男人脸上却没有一丝的喜悦。这样的食物他已经吃了整整3年了。因为没有火源，所以每次他都只能吃鲑鱼刺身。在外面这可能是价格昂贵的美食，但对于男人来说却像是在嚼蜡一般。等补充完体力后，一旁的闹钟也在这时响了起来，这是在提醒自己要去做第3件事了，那便是带上无线电外出寻找信号，而且每次都要换不同的地方，因为受地磁的影响，能够搜寻的范围极为有限。或许只有信号源来到他面前，机器上的绿灯才会亮起。这便是男人一天的生活。但他除了要面临北极恶劣的环境考验外，同时还要警惕这里的原住民。第二天，他像往常一样来到陷阱这里，却发现存放食物的盒子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破坏了，里面的鱼也不翼而飞了。下一秒，他就在旁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，是北极熊的。他连忙跑回到了飞机上。在如今这种食物匮乏的季节里，北极熊会盯上人类也不是不可能。可等了半天也没见到对方的身影，男人觉得那个家伙应该是吃饱离开了。于是他决定再次出门搜寻信号，却意外发现北极熊就在不远处徘徊着。他或许是想等猎物放下戒备时再发动攻击，所以目前来说男人暂时是安全的。他便来到另一个山头继续摇动无线电，而此时不远处一个巨大的风暴正朝这边袭来，不一会就刮起了阵阵狂风。男人只好作罢起身离开。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绿灯突然亮了一下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但哪怕只有一丝丝的机会，他也要努力抓住。果然在他不断的摇动下，绿灯再次亮起，接着他四处张望寻找信号源，下一秒一架直升机就赫然出现在了视野里。男人看到后连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雾棒呼叫救援。好在这里是白茫茫一片的北极，因此上方的烟雾变得更加显眼了。对方很快就发现了他，看到飞机正掉头朝这边驶来，他开心极了，3年以来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正当男人以为自己可以得救了时，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一个玩笑。因为受刚刚风暴的影响，直升机根本就无法再前进分毫，接着就开始发生剧烈颠簸，不受控制的朝着反方向飞去。男人还以为对方是不打算救自己，却不料下一秒他就径直撞向了地面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好不容易有了逃出去的机会，竟会发生这样的意外。但眼下不是伤心的时候，救人才是最要紧的。男人赶忙来到了事故现场，等他把驾驶员拖出来时，对方早已经没了呼吸。万幸的是，坐在副驾驶位的女人还活着，不过她的肚子却被划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。虽然没有伤及到要害，但若不及时处理，也很有可能会因为伤口感染而死。男人赶紧在飞机上翻找起来，希望能有相关的药物。好在找到了一个医药箱，不过里面的东西也只能暂时缝合一下伤口而已。想要彻底得到救治，就必须前往医院。可这里是荒无人烟的北极，根本就不会有医院。女人也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感受到她的心跳，男人也暂时放下心来，便又开始在飞机上翻找起来，看有没有能用到的东西。运气不错，他发现了2根探照棒以及一份地图，这可是好东西。有了地图，或许就可以找到科考站了。更幸运的是，他还发现了一桶泡面，这对于男人来说可是难得的美食。他拆开包装，二话不说就塞进了嘴里，细细的品尝着，感受着来自方便面的芳香。吃完之后还要仔细的回味一番。等享受完美食，他决定先将女人带回去。临走时还不忘在飞机上留下求救信息。回到家后，他先是拥抱了一下女人，慢慢感受着来自同类的气息，这也让他孤独的生活有了一丝慰藉，同时也给了他活下去的动力。毕竟一个人独自生活了这么久，见到异性难免会把持不住。想谈恋爱的兄弟，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？去牵手啊，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帮你找得越准。找对象就用牵手。他让对方尝试握紧拳头，感受到他手掌上传来的力量，男人这才放心下来。I'm sorry。看到女人伤心的晕了过去，他瞬间感觉到了一丝愧疚。若不是为了救自己，或许他们的飞机也不会出事。等安顿好他之后，男人再次来到飞机失事的地方。他先把驾驶员的尸体进行了简单处理，随后便开始搜寻起物资来。他摸了摸对方的衣服，竟然从中摸出来一个打火机。看着燃起的火苗，男人开心坏了，这就意味着他再也不用吃生食了。赶忙将打火机揣进了口袋里。更加幸运的是，他还找到了煤气罐和煤气炉。在冰天雪地的北极，这可是奢侈品。就在他准备搜寻下一个地方时，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照片，这才知道女人和驾驶员是一对夫妻，2人还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，这让他感觉更加愧疚了。正因为这份亏欠，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带着女人活着离开北极。随后他就开始对着地图规划起路线来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陷阱突然响了起来，男人立马跑了出去。看到大鱼上钩，这次他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因为他现在有了打火机和煤气炉，再也不用吃鲑鱼刺身了。回去后，他做了一份海鲜泡面，吃到嘴里简直是回味无穷。看到一旁的女人，他又连忙拿出叉子挖了一勺鱼肉喂给她。
或许是因为刚刚才失去了丈夫，女人还处在痛苦之中，面对男人递来的第二口鱼肉，她怎么也不愿意再吃下去。男人见状便轻声安慰她，救援队一定会找到你的。等吃饱喝足后，他便开始清点物资，准备出发前往科考站。临走时，他同样在飞机上留下了求救信息，只希望会有人经过这里看到这些留言。这段旅程将十分的漫长，他们不仅要穿过近200公里的雪山，而且路上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。那头北极熊或许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，因为要带着女人，所以只要遇到陡峭的山坡，他都要重新规划一下路线。这样做只会导致他们的路程不断的增加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也不会放弃女人独自离开。到了晚上，两人便就近寻找一个山洞过夜。男人进去前还不忘用积雪将洞口堵住，这样做可以避免野兽发现他们的气味。随后他简单的做了一份水煮鱼片，可女人似乎还没有从痛苦之中走出来。面对男人递来的食物，她还是不愿意吃。没办法，他只好给对方喂了一点水喝。看到女人安静的睡了过去，他也准备休息一下，却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正在附近徘徊。他拿起铁锹，小心翼翼地循着洞口的方向望去，下一秒积雪就突然被扒开了，是那头北极熊。原来他一直在悄悄地尾随两人，就等着他们放松警惕之时发动攻击，但北极熊却忽视了自己的体型，如此狭小的洞口他根本就进不来。不过男人不准备坐以待毙，拿出一根探照棒点燃了它，因为他深知这个家伙跟踪了自己这么久，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。他会一直守在洞口，直到猎物失去反抗能力。与其被困死在里面，还不如主动出击。这个方法果然奏效了，不一会北极熊就逃之夭夭了，两人也因此成功躲过一劫。赶跑北极熊后，男人呆愣在原地，久久都不能从刚刚的惊吓之中走出来。他深知路途还很遥远，后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正等着他们。很快，一个新的难题就摆在了他面前。眼前这个高高的岩石坡挡住了两人的去路，可男人记得地图上明明没有这个山坡的，因为在北极这种恶劣的环境下，根本就没法将地图标注的十分精确。眼下留给他们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穿过眼前这个陡峭的岩石坡，要么绕过这座大雪山走另一边。如果选择第2条路，那么两人要多走近3倍的路程，这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。爬上这个岩石坡便是一条平整开阔的大路，如果男人选择独自过去，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。但他发过誓一定要带着女人一起活下去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决定都要尝试一下。他准备先将物资用雪橇车拉上来，物资的重量很轻，所以没费多大的劲他就成功了。接下来就轮到女人了。可当雪橇车拉到半山腰后，男人就再也拉不动了。尽管他拼尽了全力，雪橇车也没有丝毫上来的迹象，甚至就连自己都差点被带了下去。没办法，男人只好选择第2条路。就这样，他带着女人开始徒步绕行大雪山。北极肆虐的风暴大大增加了他们前行的难度。由于长时间暴露在风雪之中，女人的身体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不仅手指没有了力气握紧拳头，就连喝水都成了一个难题。眼眶上也开始出现大面积红疹，嘴角也不自主地溢出鲜血来。更要命的是，伤口已经被感染得很严重了。男人知道他可能坚持不到目的地了，他拿出他们一家人的照片放在了女人手里，为其轻轻地擦去了嘴角的血渍。接下来的路程就只能独自去完成了。男人在地上看到一株盛开的鲜花，他还在思索着对方是如何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事。突然脚下一滑，他就掉入了一个山洞之中。等再次醒来时，双腿已经被死死地卡在了岩石里面。他想要把腿扯出来，但奈何卡的实在是太紧了，男人再也控制不住了。为何倒霉的事总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？难道自己真的要被困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吗？可很快他就振作了起来，这段路程自己已经完成了大半，眼看着就要得救了，不管怎样也不能在这里就放弃了，就算死也要死在路上。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把腿往外扯，就这样男人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大腿被撕裂的疼痛，直到他被完全扯出来。他来不及处理伤口，因为眼下当务之急是要赶紧从这个山洞里逃出去。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出口，随后男人不敢丝毫耽误，立马来到了女人这里。本想拿走对方的手套，却没想他的手拽得紧紧的。他转头一看，发现女人不仅没死，身体状况还奇迹般的好转了。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。I'm sorry. I'm sorry. 男人决定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只要对方还有一口气在，他都不会放弃。他用冰雪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后，便一瘸一拐地带着女人重新出发了。虽然不知道前方还有多少坦途，但男人始终相信光明终将照亮他们。经过10几天的艰难跋涉，他们终于成功地绕过了这座大雪山。男人丢掉所有物资，准备拼尽最后一丝力气。就在这时，一架直升机赫然出现在了视野里。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，赶紧跑了下去，拼命地将雪橇车和女人一起推了上来。紧接着便立马开始呼叫救援。男人拿出了最后一根探照棒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挥舞起来，但他的求救声在这雪山之中显得是如此的渺小，不等对方听到就消散在了空气之中。他深知现在两人都受了伤，是不可能来到科考站的，这架直升机是唯一的机会。他点燃了身上的棉袄，势必是要赌上自己的全部。可是直到衣服被焚烧殆尽，对方最终也没有发现两人。看到直升机消失在大山之中，男人抱着女人绝望的失声痛哭。
随后，他将女人轻轻地放下， You're not alone. It's okay. 接着自己也不甘地躺了下去。两人紧紧地握住彼此。男人并不后悔，因为为了活下去，他至少努力过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有同类的陪伴，他并不感觉孤单。慢慢的，他闭上双眼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随着一阵直升机的轰鸣声，自此全片结束了。